你为什么来？为什么跟踪李一起和张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跟小飞的死有关。原钻。你是为了原钻案才来的？张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江飞的尸体是在中午11点半左右被发现，尸温与室温相同，22度。胸口处有点状、方块状的痕迹，呈鲜红色。尸体侧面的尸斑呈片状，暗红色。有什么问题吗？鲜红色尸斑跟推断的死亡时间有冲突，室温下降速度属于异常，这存在2种可能：第一，凶手有意要混淆死亡时间；二，凶手的行凶手法会影响尸体的温度。我认为2的几率大于1，因此，我猜测江飞很有可能冻死，在江飞自己家吗？可是他家并没有这样的环境啊。有一个地方可以。不可能，这太小了。凶手如果是将江飞塞进冰箱里，那么江飞的尸体上一定会留下很多伤痕以及痕迹。但就目前来看，尸体上并没有这样的伤痕，有的只是尸斑。尸斑是血液受重力作用于低下部位产生的痕迹。江飞当时死亡的时候是侧卧，所以尸斑应该只会形成在侧面。但是你看这儿，江飞的胸口处却出现了鲜红色的斑迹。还有，江飞死亡的时候，身上的衣服全是皱褶。他这个衣服怎么像湿了又干了呀？包括他的手指以及脚趾都出现了因为长时间泡水在渗透作用下才会出现的皱褶。江飞本就是不修边幅之人，他的衣服褶皱也不奇怪。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发现浴缸底部有些水，他的皮肤褶皱应该就是泡水导致的。那按照你的推论，当时他的手指、脚趾并不会接触到浴缸底部的水，不应该有褶皱才对。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江飞不是冻死在冰柜里，而是在浴缸里被冻死的。江飞家的浴室那扇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冰块虽然已经融化了，但是尸体上却留下了冻伤的痕迹。他胸口这片鲜红色的斑迹，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也是因为在低温情况下各脏器衰竭而造成。从现场的痕迹来看，所有情况符合齐法医说的。知道了。所以韩芳，你现在愿意相信江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了吗？假设齐法医的推论是成立的，那我们就应该验证一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第2个人的痕迹。再仔细搜一下。
赵医师，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鉴定结果出来了，你的血液跟我们在江飞家发现的血液匹配。你是为了你的女儿赵一寡才杀了江飞吧？我之前抓过江飞，他贩卖一种叫原钻的毒品，害死了不少人。我们做过调查，你之前在历场工作，那个时候你女儿16岁，有一次她在鱼缸里割腕自杀，发现以后救了过来，但是变成了植物人。从她的体内检测出了大量的毒品，主要成分就是原钻。你听说过一种毒品叫原钻吗？我以前验过很多死者，都是死于它。印象里面最后一桩，是一个16岁的少女，因为吸食原钻造成脑损伤，变成了植物人。你就是在那一天听到江飞的名字。江飞这个家伙狡兔三窟的，他具体在哪个窟，得你们自己一个一个去找。你假扮张璐，接近江飞，制造给他下药的机会。一个左撇子，一个右撇子，有人冒充张璐。你在酒吧哄骗江飞，吃下了头孢。在我们抓到张璐之后，你利用你的职能，嫁祸给张璐，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对吗？如果张璐的血迹跟我们在江飞家采样的血迹吻合，那他就最有可能是杀害江飞的凶手。你用张璐的血替换了江飞家的血液样本，诬陷他是凶手。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你杀害江飞。所以江飞的死亡时间是在凌晨4点。而且我查了，那天晚上根本没有地面。凶手必须从现场把这把刀带走，那就表示那把刀刺伤的不是死者，是凶手。你还记得赵一娃吗？现场有找到把刀吗？痕检组采集到了很多残缺、无序的指纹，初步推测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痕迹。在尸检中，你发现了江飞手腕上的荧光字。你杀秋兰子是因为他看到了伊娃的字样吧？你担心我们一旦掌握了这个字样，就会追查到你的女儿赵伊娃，就会暴露你的杀人动机。如果被警方抓到，你就没法带你女儿出国，寻求其他的治疗机会。相机里的照片也是你删除的吧？为了不让事情败露，你在秋兰子的胃药中加入氰化钾，害死了她。江飞害死了我女儿，她死有余辜。那张璐呢？你诬陷无辜的张璐，你就问心无愧吗？还有秋兰子，秋兰子又做错了什么？
学长啊，你最近是不是跟新来的小子有点近啊？是咋了？别远点，我烦他，一天天无组织无纪律，独来独往的。他那么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怎么不在他们那个禁毒待着，跑到新的那搅和什么呀？万哥，人韩队刚从禁毒转过来，而且这人做过卧底，肯定不像咱们这样同进同出的，可以理解。理解个屁呀！你万哥我在刑警队干多少年了？这当年小柱刚来队里的时候，那还孩子呢。你这怎么他一来就空降就当队长了？你论能力、论资历、论头脑，哪点比上那小柱啊？是不是？行了啊，老万，可别扯上我。各单位请注意，788夜店发生杀人事件，请福建警卫迅速展开支援。完毕。联系韩队。小鱼台阶，哎，里边不能再进了。警察，哎，人呢？这人还在里边，但是组织在哪儿啊？谢谢。过来！人呢？去那边了。走开！为什么不放过我？朋友，你下来，那儿危险！哎，你下来，来，有什么话好好说。我怎么在这里？哎，对，过来，来，是我，你朋友，来，你过来。对，过来，慢慢过来，哎，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过来，注意安全。快！什么情况？收队，上面发生了砍人事件，现在我们正在实施疏散人群。这边，来，都往这边来。韩队，来，你救救我！是的，求求你不要放手，我不想死。我走哪儿？放开我！放开我！大夫，你没事吧？大夫，人没事吧？昏迷了，他还有呼吸。老万，伤了什么情况？人昏迷着，但还有呼吸，现在送医院抢救。
上面什么情况？哎，韩队长，伤好了，挂彩了啊，抓了个持刀抢劫的。小张，先带你去。过来。塌腮烂牙冻疮，没几年下不来啊。不愧是缉毒出身的。身上的伤都好了，已经没问题了。那现在正好有案子，你可以马上进入。好。哎，我问一下啊，这次回来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因？想换一个新环境。行，那就好好干。是。高老师，白局说咱们法医室的新主任今天就来，应该快到了吧？你好。你好，我是法医室新到的主任齐司哲。你好，我是法医高原。齐主任好，我是实习法医邱兰子。昨天晚上788夜店那名坠楼人员的血液样本，咱们法医室有吗？刚送到。可以带我去看看吗？可以啊，走吧。这边。李一奇，32岁，历城人，之前因为吸毒被惩戒过，3个月之前刚刚来到鹤城。我们走访了昨晚上夜店的那些目击证人，他们都不认识他，也并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行凶。初步判断为这个随机行凶，具体情况只能等人醒了再审一审。小西，把楼梯间到顶楼的监控调出来。好。他在干什么呀？疯了吗？这是？他是看到什么东西了吗？这神叨叨的，就是自言自语，这典型的喝大了症状。小七，放下我刚传你的视频。这个是李一奇在行凶前30分钟左右的状态。他们是在做什么交易吗？好，停。这个人是我之前在边南缉毒的时候抓的毒贩，叫江飞。高原，血样给我吧，我来做。好。韩队，我能问一下你的那些视频来源吗？不能。我来3个月，也认识了不少人。是啊，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对，我们都是。你怎么来了？你是驻队吧？我是合成市公安局新到任的法医室主任，我叫齐司哲。你好，我叫朱新月，很早就听说过你。李一奇的血液成分还需要进行对比，请你稍后。好，那我待会来找你。辛苦了，齐法医。
他的关系网，他可能认识你要找的那个江飞。走。警察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就是个吸毒的，这不是第一次了，该怎么着怎么着。你是不是还是这个态度？海洛因、K 粉、冰毒、麻古。警官，那些我哪买得起啊？我平时就是搞点燃料，解瘾。什么是燃料？大麻，这些都搞不起，所以就持械伤人、抢劫。不，警官，我那些不都是为了那口吗？平时没钱了我才去那啥的。认识这个人吗？他贩毒，你呢？你也参与了吧？你们是不是一起的？一起贩毒多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只吸毒，不贩毒。这个家伙，江飞这个家伙卖什么货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江飞他卖的货我从来都不参与的，真的，警官。你怎么知道他叫江飞？他住哪儿？习主任，李一奇的毒检报告出来了，在列的药物、毒品清单都验过了，李一奇体内都是未检出。原钻呢？原钻验了吗？哦，原钻这儿。原钻前几年被列为重大查缉项目，也在对比范围内，但结论是未检出。习主任，您认为李一奇吸食的毒品是原钻，但那个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听说首犯都被击毙了。药检结果出来了，是阳性。谢谢。对了，周律师，我有件事想请教你一下。什么事啊？我想问一下，您知道有哪些药品会导致人有致幻的反应吗？是个毒贩。啊，我们还在调查。你听说过一种毒品叫原钻吗？原钻，听过。听说前几年我们局里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让它从市面上消除。这个原钻对大脑的损伤极大，它能够引发严重的致幻伤人行为。我以前验过许多死者，都是死于它。印象里面最后一桩是一个16岁的少女，因为吸食原钻造成脑损伤，变成了植物人。原钻算是我这些年接触下来危害最大的致幻类毒品。
去这么长时间？赵，去看看。哦。你让他去男厕所。哦。棍子，您在这儿呢？怎么跑楼上厕所来了？我刚才去了趟技术队。哦，等您呢。好。这么久，没事儿吧？啊？赵，小区垃圾桶又发现碎尸。法官，先去现场吧。你们先去吧，我还得去高亚楠那儿一趟。也行，那你完事儿赶紧过去啊。小周，勤快点。我还有点事要处理，咱们一会儿会合。郭老师，还是一起吧，我给您打打下手也好啊，是吧？郭老师，我还是不太明白，您是怎么推断出死者身份的？不告诉你。啊？开个玩笑。从尸块的重量可以看出，死者是个胖子。尸块总重54.5公斤，大概是体重的60%。90多公斤啊！左手中指和食指之间有尼古丁的味道和烫伤的痕迹。所以是烟民。对，他中指第3节的茧子呢，是因为经常打方向盘留下的痕迹，说明死者生前经常开车。而左脚脚掌外侧的茧子，是经常开手动挡车辆的人用力频繁踩离合器所特有的。而死者的颈椎呢和腰椎都有些许的错位，这是经常开车或者经常坐在电脑前面的人的常态。那您是怎么证明他就是个宅男的呢？死者的胃里残留物不多，初步检验有那个脱氧核糖和蛋白质食物残留。哎，对。而且啊，死者胃里呢有乙酸的气味，其实啊就是亚硝酸盐。而且病理解剖呢发现肝脏里有大量的亚硝酸盐。而亚硝酸盐常用于食物的防腐剂，所以说明死者生前食用了大量的方便食品。啊，这就交叉印证了他就是个宅男。还有猫呢？这你也记啊？啊，没错，死者身上有抓痕，伤痕的宽度大约是2.5厘米，说明是只家猫。伤痕呢略宽，但不规则，说明这只猫修剪过指甲，是只家猫而不是野猫。一个连吃都不太在意的人能给猫修指甲，说明他很喜欢猫。那也许是他家人给修的呢。大小姐，他要是跟家人一块过，能一天到晚吃罐头方便面吗？铁定是个自己住的宅男啊！而且到现在了，咱们也没接到什么失踪报案，对吧？哎，我说你没按电梯啊？嘿，这就是公园的碎尸，一男一女，两者的死亡时间不确定，但是很接近，很有可能是一同被杀的。他们是夫妻吗？目前还不确定。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没事，你接着说。从男士的病理解剖来看，28岁上下，女的从骨龄推测大概是22、23岁左右。
我知道骨龄测试的倒推法可能不太精确，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小周，给关队倒杯水。哦。你怎么了？见尸体比见老婆还亲的人，搞得跟快吐了似的。呀，最近可能有点累吧，就是累了。宏宇，宏宇真的没跟你联系过。我真的有事要跟他商量，这事不能再拖了。你也不想他后悔，对吗？我理解你的感受，但无论如何都尽量离高亚楠远一点，能不接触就不接触，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你觉得他会发现我的破绽吗？咱妈不需要任何破绽就可以区分你我，这是一样的道理。当初你们俩太亲近了，亲近人之间总会发现异常的。我相信他，他不会出卖我。不管怎么着都不能冒这个险。他相信我是清白的吗？我总觉得你见过他，你身上有他的味道。男性尸体各部位均无致命伤，也没有防卫性伤口，但是女性左臂有多处淤伤。那指甲里呢？指甲里有带有血迹的新鲜的皮肤角质层，很有可能在反抗过程中抓伤了凶手。而且被劈砍的伤口和其他尸块的切口不同。过来看。创面皮肤是内收，不是外翻的，也就是说。被砍下左臂时，女的应该还活着，身体的自愈系统仍旧在运转。目前就这些。看我干什么？哎，知道你老大为什么晚上不开工了吗？因为一入夜，大脑就不转了。行吧，先跟周巡会合吧。这事儿大发了，这么多袋儿。哎，几袋了？5袋。德队，啊，清理好了。这回能拼个全部尸体。那得看高亚楠他们了。来，辛苦了啊！从来不值班的人，这都快连轴转了，辛苦辛苦啊！哦，那个，对了，那个小王他们那个都问过了，没有目击者。对面是什么呀？这么长？哦，对面是家迪厅。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没有发现新的被害人，跟公园的2具尸体能拼成2个人。关队，关队，请吧。来。
要不拉走吧？啊，郭老师，您不看了？哦，也行，也行，也行。好，那个亚楠，那辛苦你们了啊。老关，累了哈，辛苦辛苦辛苦啊。累了，好，好，辛苦啊。哎，赶紧的，干嘛呢？关老师，关老师，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我去走访目击证人。你也要去啊？哎，我跟你说啊，我去那地儿可乱，什么人都有，你想清楚了。非去不可是吧？行，愿意跟着就跟着吧。关老师，关老师，怎么了？你不会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哎，你把你那个上衣扣子解开一个，把衬衫从裤子里给蹬出来，别穿那么严肃，快点。那要不你先准备，我先进去了啊。关老师，这不就得了吗？哎，那什么，外套脱下来，拿在手里，包快点，太土了。包拿着。行，我先跟你说啊，不让拐走，我不负责。郭老师，怎么查？啊？不是，我说怎么查？这听不清楚啊！你说什么呢？哎。别抱着呀，把包放椅子上。你好，需要点什么？哦，给这位女士来一杯长岛冰茶，我要1大杯格兰菲迪。好嘞。关老师，我喝不了酒。行了，你听我说啊，你不是要跟我学东西吗？我告诉你啊，第一件事就是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明白吗？啊。大叔长这么大，带我呗。走呢，赶紧的。那就跳吧。走这。走。美女，一个人啊？啊，干嘛？跟你说话呢。哎，你好，您这是可以开发票吗？哎，那你好，你给我开一张好。哎，别走啊！你干嘛呀？还要喝一杯呗。哎，还挺厉害。哎，干嘛呢？别动手动脚的。哪儿的呀？我开的。啊？什么价啊？200，不开发票。糊弄小孩呢吧？啊，去那边去。滚！让你滚，听见没有？没事吧？看那边了吗？瞎点什么头？我说看见那保安了吗？看他站那位置了吗？正好对着对面的垃圾场，他只要不是瞎子，就不可能什么都没看见，明白吗？那小汪不是已经走反过了吗？你是真不知道警察有多招人恨呢！啊，戴着大洋帽，谁跟你说实话呀？等快打烊了，请他喝个酒。你要请他们喝酒？哎，都是跳舞呀！走。哎，等会儿。哎，起来！哎，放松点啊，别穿得这么古板。郭老师，请那保安喝2杯去。快点，大叔。
么样了？快了。太惨了啊！杀人就算了，还给大写8块。哎呦，这孙子跟关宏宇有一拼啊！好，关宏宇杀了人家一家子，连小孩都没放，太惨了。那个，哎，我是想问问，关宏宇被通缉之后，有和你联系过没？我们早就分手了。你看你呀，哎呀，我这不例行公事的问问吗？这是你第8000次找我例行公事了，周队。这真假的，太夸张了。他要是万一跟你联系的话，一准儿先告诉你。对，哎，好。哎，亚楠，有水吗？啊？给你倒一杯。好。那。不。吃完了吗？行不行啊你啊？酒量怎么这么差？来，你指定插一下嘴，不大一点。不能喝你还逞什么人呢？来，哎呀，不太好喝。哎，大叔，他喝多了。哎呦，谢谢啊！来，穿上点儿。哎呀，你下次来玩别来带你妹了。哎呦，太记得还来找我玩啊。没事啊。行，注意安全。那就交给你了。天冷啊。哦，醒了。我睡着了，我。拼好了。这2天压力太大，早点回去休息吧。啊。行，你也别太辛苦了啊。早点睡吧。郭老师，他怎么着呀？那个保安啊，真看见了。看见什么了？不是的，是一个戴着摩托车头盔的男的，然后穿着一个橘色的，不对，红色的。几点钟啊？9点。保安说了，哎，反正他那个摩托车头盔是红色的。你是说，一个穿着艳色服装的摩托车手？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呀！赶紧进来。怎么样？没戏。我连周巡的办公室都没进去，就别提档案室了。要不你去试试啊？你喝酒了？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现在的命不属于你自己。别急呀，我不是去破案了吗？你以为你跟周迅喝2杯酒，他就能帮你翻案了吗？又发生了一起碎尸案，在哪儿？一个迪厅对面的垃圾场。你说好容易跟亚楠见一面。还让这姐们拉着我去了趟太平间，给我恶心坏了。哎呀，我去！太平间，那是法医实验室。哎，随便吧。
反正想起来我就想吐。哎，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跟我说一下垃圾场的情况。现场黑塑料袋5袋，刚好跟公园那起案子能凑上俩全乎人。还有呢？还有，你自己看照片去吧。现场的痕迹是第一线索，比什么照片记录都管用。现场黑漆麻乌的，我什么都看不清楚。再说了，就那味儿，辣眼睛。你现在什么细节都不跟我说，等一会儿我见了他们，跟他们说什么呀？别急呀，我不是给你找了一目击证人吗？谁呀？就是那个迪厅的小保安。保安？就一保安，你跟他喝2杯，他就跟你说了？人家不是 gay， 我跟他喝酒，他能跟我说什么呀？我叫那个周书彤去的。周书彤，你让一喝了酒的傻老爷们儿跟一个女孩说这些，你知道里边有多少编造的成分吗？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给我破案带来多大的麻烦？出去又不是给别人破案，可我是。我说你现在到底顾哪茬啊？是我的清白重要还是办案重要？我刚一进门，你怎么不主动问一下我找没找着案卷啊？你竟然为了自己的安全，不管别人的死活。你知不知道，你随便一个小错误，今天就有可能多一具尸体。我现在自顾不暇，我不像你有闲心顾别人的事儿。难怪你在武警部队混不下去了。像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根本就不配做武装警察。我就知道，大武层部队你就看不上我，你压根就不相信我是清白的，对不对？我是警察。只相信证据。都他妈真是啊！这点事儿都他妈捂不住。凌晨5点，顾局给我打电话，说咱们现场照片都他妈上微博了，知道吗？周队，您别着急，别，不着急，有他妈什么可着急的？啊，反正关文月没抓着，现在又多了个杀人的他妈的分尸的混蛋，抓得着抓不着都无所谓啊！到月发工资，日子照过，没事，都睡觉啊，都他妈混吧！哎呦，不是这意思啊，周队你别急啊，咱这个也还是有进展的，对不对？再说这案发率这事儿也咱也拦不住，是不是？行，几点了？啊，6点半了。老关什么时候回去了？不知道。周书彤呢？啊？哦，周书彤他昨天跟那个关队去走访镇去喝了点酒。周队，让你他妈盯着老关人呢？啊？我问出来了。口条捋顺了。他说我回来了，就。总得让人补个觉吧，关队是来帮忙的，又不是你的下属。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再有一次你他妈从哪儿来给我回哪儿去啊！这不是你睡觉的地儿！看什么？这半年来，你一直让我努力学习。教我怎么破案。为了我的清白，你连工作都不要。其实，咱俩这么白天黑夜的倒，你挺冒险的，我心里都清楚。就是我这半年来也没什么长进。以我对周迅的了解，他肯定把你的案卷藏得死死的。
他现在请我出来帮他破案，就是想盯死我，抓住你。这叫扮猪吃老虎。一宿没睡，能不能欠着呀？喂，老关，这回我是真有点顶不住了，这网上可都传开了。我知道，刚才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我知道你刚回去没怎么睡，谁让咱命苦呢？啊，你就车上迷会儿吧。我这就过来。什么也听不见。电话定位好了，这次关队定位在了芬兰。我靠，都跑芬兰去了，打一枪换一地儿，哎，是吧？也不是咱不行，这肯定是做了反监听和反定位装置。老刑警了，能做到也不奇怪。能做到是没什么奇怪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喜欢喝酒，以后你也别喝了。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啊，还开始喝酒了呢。2号、3号尸体已经完整了，男的28岁左右，1米81，100公斤；女的23岁左右，1米62， 52公斤。男的是被勒死的，但女的是活活给砍死的。她的肩胛、头部有多处劈砍伤口，而这些开放性伤口边缘都有白细胞，说明是死者生前造成的。而且你们也看见了，面部损毁严重，没法辨认。其他呢？其他两者的死亡时间很接近，目前尸僵还没有缓解，说明两者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换句话说，他们两个很有可能死在第一名被害人之后，但间隔不久。就这些。有什么线索吗，老关？怎么着？咱俩出去聊聊吧，做个简单的器官解剖。你这也算是对老搭档落井下石了。我以为你骨子里还是那个有正义感的好刑警。我也以为你还是原来那个好兄弟。行，开个条件吧。我要看我弟弟那个案子的案卷，所有的现场勘验记录、监控录像、尸检报告，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切我都要看。把这些都透露给你，这雷我可背不动。我不强求啊，不过你要想清楚，有些雷远在天边，有些雷近在几个小时。如果一会儿再出现新的石块，
看你怎么办。你这是拿无辜的受害人威胁我？我这是拿拯救无辜受害人的生命换取我弟弟的清白。你怎么知道关宏宇是清白的？所有的案件上证据，我自有判断。等我看完案卷以后，如果他无罪，我就给他平反；如果他有罪，我可以帮你们抓他。我要是答应你，你能为我做什么？ 24小时，抓着凶手。行，我答应你。可他那约法3章，要是有一条你做不到，今儿这谈话就算是没发生过。行，你说吧。第一，你只能在我办公室里看卷。 不许拍照，不许复印，不许对任何人谈及案件的内容。第二，看完卷之后要把你的推断告诉我。第三，不只是这个案子，以后我手头上有任何破不了的案子，你必须随传随到，没有正式编制，没有工资，也没有警察的职权，你只能作为顾问来协助破案。成。 但我也要约法3章。说，第一，你不是已经派了一个丫头片子成天盯着我吗？其他的警力就别浪费时间了。第二，知道我为什么搬家吗？以后别再在我家门口装摄像头，还有派那几个人，整天拿着望远镜往我家里看，搞得我都不敢拉开窗帘。第三，手机的监听定位。 也都免了吧。作为人民群众，我也得有点自己的隐私。行，那让那些铁锤镰刀都卸了啊！再说了，这些玩意儿在你那儿不就形同虚设吗？我这也是例行公事。那就算说好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准备布控吧，已经可以布控了。那怎么？守着尸块又抓不到人？哥们儿，跟你交个底儿吧，上面要我48小时内破案。你要真能在24小时抓住这个连环杀手，背不住我还能立功呢。连环杀手？连环杀手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犯罪率？你刚才没听亚楠说吗？谋杀与谋杀之间的冷却期已经短到了忽略不计的程度。 这是个典型的狂欢性谋杀犯。什么意思？你还没明白吗？24小时不是上面的时间，也不是咱们的时间，而是下一名被害者的时间。如果我们在24小时内抓不到凶手的话，你就等着给新的被害人收尸吧。兄弟们，目前这个抛尸案形势很严峻啊。 咱们的官队虽然人在对外，但是他的心……目前有3名死者，除了已知的第1名死者以外，还有昨晚那对男女。要不你上去说？虽然我们没有时间通过市局技术队做 DNA 比对，但不出意外的话，第2名被害人和第3名被害人应该是兄妹，2人共同居住。 其中男性单身无业，通过他的右手手掌外侧的轻微变形来看，他应该是长时间沉迷于上网或者网络游戏一类的事情，不经常出门。这一点和第1名被害人比较相似。从耳廓侧特征和下颌骨之间的相似度来看，女性被害人和男性被害人应该属于亲属，很可能是兄妹。女性死者右手掌心有茧子，很可能是长期乘坐公共汽车或者地铁。 他的脖子上有佩戴项链的痕迹，手上没有佩戴首饰和手表的痕迹，但他起手腕处有常年佩戴手套的痕迹，指甲和指尖明显有长时间遭受化学药品侵蚀的迹象，是氢氧化钠和烷基类成分。也就是说，死者生前很可能从事的是洗碗工或者保洁员一类的工作。死者的脚趾新涂了指甲，这个季节并不会穿露脚趾的凉鞋，而一般人也不会涂指甲给自己看。
另外，死者的处女膜呈现新鲜破裂的痕迹，生殖器上没有外伤和擦伤，也就是说，死者在不久前应该自愿和什么人发生过性行为，很可能是结交了男朋友。另外，根据女性器官解剖的内部检查来看，亚楠。 通过解剖，我们在死者下体发现脂酸和甘油等残留物，还有少量的凡士林。死者生前有中度的妇科炎症，可能用的是科梅唑类药物。是处方药。哦，对，是的。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找的是一名从事保洁类工作的23岁女性，身高1.62米，体重52公斤，和年长自己5岁的哥哥同住，很可能新近结交了男朋友，所以不可能没人发现她的失踪，除非凶手就是她的男友。她应该是在不超过1个月的时间内曾经去医院做过妇科检查，而且根据处方开了克梅唑类的药物。为什么是不到1个月内呢？ 因为处女膜的破裂，伤口创面还没有完全愈合成型，而用药则是在处女膜破裂之后。说白了，死者很有可能在不够清洁的条件下首次发生了性行为，而处女膜破裂之后感染加重了炎症，所以才就医诊治用药的。小王，你去市局让他们帮忙协调一下药监局和卫生局，查一查全市这个克敏唑类药物的销售记录和处方。得嘞。小刘、小李。 抛尸地半径5公里内所有的保洁公司和没有到岗上班的相关女性，你们带人给我一一排查。好，小赵，你去附近的派出所去调取最近2天这个人口失踪的报案。可失踪报案都在48小时后才受理，所以很可能还没有正式立案。那就一家一家的找，啊，联系一下报警中心，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报案。是。 根据官队的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名企图在短时间内继续作案的丧心病狂的狂欢型杀人犯。我们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抓住他，避免下一个无辜者受害。是。